网易时尚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于适。如果自己看展，我也会穿的正式一点。我觉得要看展的这些风格吧，是属于定制系列的，我觉得还是要穿的正式一点。迪奥的包、西装，但是西装的话，更多的是参加一些活动的时候。迪奥西装的剪裁，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我的。最近其实也一直跟这个我们的骑射中心去沟通这件事情，但主要是因为现在工作太忙。如果工作不忙的话，我一定去打这个比赛的。这个我也说不准，看看之后的工作行程。如果有这个时间允许的话，我肯定会去做的。如果以我现在心态的话，我应该还是会继续做演员。但是我觉得不是说自己有一个设想就一定会往那个方向。我不知道如果封神没有上映，我的心态是什么样。对于演员这份职业，我肯定是非常热爱的。如果说从事体育方面的话，我其实还是希望要做，就是哪怕不是以它为主，但是我希望能做一些周边的事情。因为我曾经做过篮球运动员，我可能将来也会去，不管是从事还是说做一些推广，不管是比如说传统文化，就是我之前有说过，像骑射方面的呀，我觉得做一些推广也可以。让更多的年轻人，就是小朋友，都可以让他们喜欢上这个东西，然后成为我们这项运动的一个后备力量，我觉得也是很有意义的。内耗，其实我也会内耗，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内耗吧，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烦恼。其实哪怕现在我也同样有烦恼，敢于面对比较重要。你敢不敢面对这种内耗？因为你只有面对它才能解决它。就是怕的是逃避，你遇见一些问题的时候就想不去面对它，就过去了。其实这样对自己心里的伤害会更大。可能就是唱歌吧，因为我不是平时喜欢弹吉他嘛，我就可能会在房间里玩玩琴，根据不同的心情唱不同风格的歌。其实这个还是比较释放压力的。如果说比较沮丧的话，我会找一个鼓机，一个节奏，然后我自己弹一些旋律，就可能都是一些分解和弦的呀，比较小调的、安静、忧伤的。因为音乐很有意思，一旦用心的去听它的时候，你就进入音乐里了，就它会让你屏蔽掉很多外界的一些杂乱的东西。你要是如果说比较愤怒，或者是说是比较开心的时候，可能就是听点摇滚乐，就是或者说自己弹，用电琴搞点那种失真过载，当当当，对，噔噔哒噔噔噔噔哒噔噔，就是这种。那一次的经历，我觉得是对我的改变非常大的。我曾经可能还是属于比较较真儿、比较倔，做一件事情必须要做好。经过那一次之后，可能会放下很多的执念，包括一些不该有的欲望，因为觉得活着挺好。所以，真的只有经过生死之后，你才会知道，除了生死以外都是擦伤。之前因为我写过一首歌嘛，叫《梦幻泡影》，就是《金刚经》里那个话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就是他讲的是一样，其实很有可能，当然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完全去证明到底是一个怎么样，但是它是有这个概率的。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可能都是假的，我们去追求的东西，或者是说脑子里的那些欲望，可能都是虚无缥缈的。可能在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天，一切都化为乌有。所以我觉得在存在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应该要放下一些执念，让自己舒心一点。我觉得就很简单，烦恼固然每天都有，但是能不去想的，能去消化掉就消化掉，健康的、快乐的活着。我家人对我的帮助其实非常的，就是潜移默化的影响其实蛮大的。就是我姥姥，她原来是老师，然后我姥爷他也做过老师，然后做过工程师。我小的时候就看着他们工作的时候，有很感性的方面，也有很理性的方面。其实从小就会影响我。之前我还真没有分享过，我原来小的时候其实也学过画画，也很喜欢画画，但还真的不是因为看过什么画而喜欢，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姥爷还在工作的时候。他有一个特别大的桌子，然后那会儿我就是跟着他腻在一块儿，包括我学音乐嘛，他也是受他的影响，就是他就有那种特别大的图纸，画这个各种各样的建筑。我是看他每天画那个建筑，哎，我觉得画画挺有意思的。然后我还学过一段时间的美术，这种影响其实蛮重要，尤其是在小的时候。
包括思考这种事情，如果说真的更进一步的思考，就是还是之前我们第一次采访的那段时间，会思考的更多一些。就那种思考是小的时候那种影响，是属于潜移默化的，但是到我们采访的那个阶段，可能就有点被动，必须要去思考了，因为你不得不去做一些判断。做一些抉择，因为我正好处在一个要进入社会的年龄，然后我曾经把很多的汗水、很多付出在一个项目上，但是他不知道未来到底会怎么样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不知道要选择哪一条路。到底是不做演员了，做一些其他的，回到学校继续完成学业，太多的问题需要去思考了，就感觉像一场赌博一样，选哪一条路，其实结果都不太确定。其实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是我觉得最锻炼人心智的，就是你面对未知的时候，做出某种选择，然后同时你要知道自己不会后悔。对，当时我就说我做这个选择，我很有可能最后会输，某种意义上的输，但是我要选择一个我自己不后悔的一条路。其实这个状态我一直还没有断过，还找一个字，可能还是满。因为虽然时间跨度已经从那一年又多出了半年，但是其实这中间并没有让我觉得有一个节点，让我觉得重新开启了新的一年。其实这1年半的工作一直都挺忙碌的，也没有一个中间的时间让我觉得突然放松下来了。好，翻篇开始新的篇章。其实我一直在一个状态里，可能我之前说的那个满有很多满足，可能现在这个满的倾向比例更多于是满溢出来了。还没有达到我自己认为的满意，我觉得还是那个标准真的挺高的。因为很多人又说啊，于是怎么什么啊，什么有野心怎么样？我说我干哪个行业你想干好，没有野心你还干什么呢？有的时候大家的一些评论也蛮有意思的。我当然希望我能做得很好，所以我不会满意，没有满意的那个时候。很艰难，尤其是最近，因为最近的拍戏的工作量蛮大的。就前段时间我刚刚经历了这个12个小时那种超级颠倒的夜戏，晚上7点出工，早上天亮收工，拍了大概5天的时间，紧接着又变成了早上7点出工。我们的出工时间很早，确实很满，身体有一点点吃不消，但是我还是要健身。在这种情况下健身，真的是需要意志，不是说我对这个东西有瘾。我之前也有说过，不是说我仿佛对它上瘾，我不健身就受不了。我当然想每天拍完戏、卸完妆，直接躺床上睡觉，但是那不行，我也懒，也在犹豫。有的时候，哎呀，再听半个小时的音乐，再躺半个小时，然后起来健身。如果一直这样下去，就养成了一个习惯。所以每次也是逼着自己。我有的时候晚上，因为我拍摄的地方在新疆嘛。新疆大概是10点钟天黑，9点多收工，10点正是天黑，然后你回到酒店卸完妆就11点钟，就是我是要在11点钟的时候继续告诉自己不行，不能落下，我还会练。拍戏那种更多是，如果说非要算上强度，它是属于一种有氧。如果比如说特别累拍打戏，它是一种有氧运动，它只是消耗你的脂肪，消耗你的热量。但是你不撸铁的话，你是没有办法塑形的，所以我也很痛苦，我也是要跟自己对话，得练一下半个小时，哪怕再晚练半个小时，对，就练半个小时。我觉得鱼和熊掌不能兼得。如果我说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完全的寻找心灵上的自由，那一定是假话。我觉得真正心灵上的自由是接受这一切。我在这种情形下不能假大空的说我心灵很自由，但是我又接受，我觉得这是心理上的一种舒畅。将来有机会，因为毕竟现在刚刚起步，我觉得工作还是比较重要的。我希望能够在这个时间里，把工作做好，然后就积攒的东西更多一些，才能让我可能在未来的2年3年能够让我有一些时间去休息，就是那个时候是这个讨债的时候，现在是还债的时候，所以我觉得我能接受这一切，所以我心灵上还是比较舒畅的，不至于拧巴。